告別安靜內斂的合作小城，我繼續向着甘南的核心腹地前行。如果說合作的9層佛閣與美人大草原讓我初步觸摸到安多藏地的溫柔底色，那接下來抵達的夏河縣就是把甘南最濃郁、最地道醇厚的藏地風情完完整整地鋪展在我眼前。這裡是甘南的靈魂與心臟，沒有之一。相比於合作的小眾清新，夏河自帶厚重的人文氣場與遼闊的自然意境，藏地的信仰煙火，草原的自由野性，千年的秘境滄桑，全部匯聚在這座高原小城。這一站，我不再是初識藏地的過客，而是真正沉浸式走進甘南最核心、最動人的風景裡。來到夏河，所有人的第一站都會不約而同地奔向拉卜楞寺。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寺院，而是整個安多藏區規格最高、規模最大的藏傳佛教學府，也是無數人甘南藏地的信仰核心。在這裡，只有靜下心來慢慢逛，細細感受，才能讀懂它獨有的震撼。這就是世界上最長的轉經長廊了，足足有3.5公里。第一次看到啊，真的會被震撼到。這個轉經筒在藏語裡是稱作瑪尼，裡面是裝有經卷，推起來呢還是需要一點力氣的。藏族人在這裡轉嘴裡還會念着經文。連綿不絕的轉經筒沿着寺院的外牆蜿蜒延伸，一眼望不到盡頭。成千上萬的轉經筒整齊排列，一條長廊串聯起整座寺院，也是當地藏民日復一日的朝聖之路。按照藏地的習俗，我沿着順時針方向一步步走完這條漫長的轉經道，每轉動一次就代表一遍虔誠的祝福。在這裡，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信仰從來不是刻意的儀式，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常態。白髮蒼蒼的老人，背着書包的小孩，身穿藏袍的牧民，不分年齡不分身份，都會抽時間出來轉經祈福。他們不慌不忙，心無雜念，慢慢走着轉着，這種刻在骨子裡的虔誠，是任何文字都無法描述的治癒力量。電影《天下無賊》劉德華有一個鏡頭就是在轉經筒這裡拍的。拉卜楞寺醫學院門診部，在寺院裡面還有專門的門診部，只是現在呢是大門緊鎖。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間間都是僧侶的宿舍，在每一個大門的旁邊呢都會有一個小小的佛龕。如果這裡放着一尊佛就證明裡面的僧人在修煉，不要去打擾。這一棟就是拉卜楞寺的大經堂了，是寺院標誌性的建築，也是遊客最集中的地方。這座寺院是建於清康熙48年，也就是公元1709年，到現在已經有300多年歷史了。拉卜楞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最大的寺院之一。作為世界級的藏學府，拉卜楞寺更像是一座開放式的藏地佛學院。這裡常年有無數僧人在此修行、學習、辯經，隨處都能看到身穿絳紅色僧袍的僧人穿梭在寺院街巷，安靜肅穆，自帶莊重的氛圍感。拉卜楞寺始終保留着最純粹的修行氛圍，整片寺院清靜又莊嚴。寺內的建築布局極具藏式美學，厚重的朱砂紅牆，潔白的檐角，鎏金的屋頂，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，色彩格外純粹。陽光灑在金頂上，讓整個建築群熠熠生輝。這也是拉卜楞寺最經典、最出片的畫面。
我們可以看到寺院圍牆的上面這一節是赭紅色的，它的材料在藏語裡是稱作編馬，就是一種灌木枝條。用這種材料做牆體，一來是給牆體減輕負重，二來可以起到裝飾的作用。剛剛我進去裡面走了一圈，看到有好多僧人在裡面诵經啊，不過裡面呢是不能拍攝的。透過這條巷道往後山上面看，上面呢是有10幾20座低矮的小房子，看起来啊非常的神秘。那這些房子有什麼作用呢？其實啊也是給僧人閉關修煉的時候用的，因為平時呢在寺院裡面呢人還是比較多，會比較嘈雜，上面呢比較安靜。現在是回到西邊的停車場了，就在旁邊呢有一條登山步道，可以上去半山俯瞰整座拉卜楞寺。這邊有好多租衣服的，從這條路上去，在這上方啊，非常適合搭帳篷露營呢。繼續往上面走，站在這半山上往下面看，一座寺廟啊，佔據了半個縣城哎。站在山頂俯瞰整座夏河縣城與整個拉卜楞寺建築群，連片的藏式建築層層疊疊鋪展開來，金頂居中亮眼，紅牆綿延成片。遠處是高原青山，近處是煙火裊裊的小城街巷，信仰建築與人間煙火完美交融，畫面壯闊又柔和。站在山頂風吹遠眺的那一刻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所有人都說夏河是甘南的核心。合作的佛閣是精緻立體的信仰縮影，而拉卜楞寺是磅礴恢宏、扎根大地的藏地信仰主場。一眼萬年，足以讓人徹底淪陷在藏地的溫潤與肅穆裡。如果說拉卜楞寺代表夏河的人文厚重，那甘家秘境就是夏河最野性、最神秘的一面。這裡是甘南公認的小眾寶藏地，被很多旅行愛好者稱作藏在甘南的世外絕境。在那裡有最原始的山野蒼茫與千年歲月沉澱的滄桑。到了八角城的停車場了。我在2021年來的時候呢，這裡是沒有停車場，也不需要收費。現在呢是80塊錢門票，還專門修了一座遊客中心，到前面去買票。剛剛坐觀光車進來了，觀光車的費用啊是包含在80塊錢的門票裡面。這裡面就是八角城了，另一邊呢就是觀景平台，有一條階梯啊可以上去上方。在古城的外圍是修了一條遊覽步道，可以環着古城轉一圈。這下面是凹下去一截了，估計原來這裡是一條護城河，不過現在呢已經乾涸了，下面是長滿了草。而城牆的上方呢非常清晰啊，一層一層是以前的夯土城牆。可以看到遊客最集中的區域呢就是這一塊觀景台這裡了，反而很少遊客會走進古城裡面去看一看。有2位本地的小孩在這裡打籃球，看一下另一邊，那裡就是白石崖了。等一下逛完了八角古城之後呢，就到白石崖那一邊看一看。踏入秘境，首先看到的是藏在草原深處的八角古城，這是甘家最有故事的地方。根據夏河縣志記載，它始建於西漢昭帝始元6年，時稱白石縣，也是古絲綢之路河南道的重要節點。藏語稱其為雍中卡爾，因城廓呈空心十字形，有8個城角而得名。它曾是歷代政權爭奪的軍事重鎮，如今褪去喧囂，只剩殘垣與草原相伴。從高空航拍視角下，古城輪廓規整獨特，8面城牆清晰完整，靜靜地矗立在廣袤的甘家草原中央，被山野與綠草環抱。每一幀畫面都自帶歷史厚重感，行走在古城遺跡之間，仿佛能夠穿越時光，觸摸到古老歲月的痕跡。來到古城的另一邊了，這裡有一座瓮城看能否從這裡進去。那麼在這個位置呢，應該是有一個入口。這裡還是那種泥沙路呢，這僅僅是居民呢另外開設的一條通道而已。你看，這裡才是原來瓮城的入口，這些都是原住居民的房子，還是用這種夯土牆啊作為院牆，裡面也蓋了一些民宿，可惜遊客的車開不進來。這頭羊的羊角有點奇特，
螺旋形的。這裡面的巷道錯綜複雜，都是這種丁字路口啊。進來之後呢，就有點像是闖進迷宮一樣。房子新舊交替，有些院牆呢已經倒下了，有些房子呢就非常的新。這是古城的主幹道，已經鋪上了地磚了。這裡雖然叫做甘加秘境，但是修了遊客中心之後啊，就不再是秘境了。現在回到剛剛的下車點，坐車去白石崖。告別八角古城的千年滄桑，不遠處就是橫貫天地的白石崖巨型岩壁，也是甘加秘境的視覺核心。整片岩壁潔白陡峭，綿延數公里，像是大自然親手雕琢的巨型屏障，突兀又壯闊地矗立在草原盡頭。白岩配綠草，藍天白雲，色彩對比強烈，視覺衝擊力拉滿。岩壁紋理清晰可見，歷經千萬年風雨侵蝕，刻滿了時光的痕跡。蒼涼又磅礴。21年那一次來到這裡，由於時間呢是比較晚了，所以說就僅僅航拍了一下。這一次呢有足夠多的時間，可以進去裡面逛一逛。那裡面呢是有一個溶洞，非常的漂亮。這旁邊是有一條小溪，堆着很多螞蟻堆呢。而在對面呢還有一些人在搭帳篷，不過這些啊應該是本地人了。這邊還有更多呢。現在回到遊覽棧道上去溶洞看看。原來不需要走很遠，這上方就是溶洞的入口了。大門的入口處，原來這裡有一棵古柏在支撐着呢。這裡還有一個比較淺的溶洞，這裡才是主要的洞口。裡面也是擺了很多佛像，16萬年前的丹尼索瓦人的牙齒。看到裡面呢是有一個鐵門被鎖起來了。我發現一個古蹟，這個應該是古人類開鑿用來錘東西、種東西的。好多土撥鼠啊，這麼大，像一隻寵物狗那麼大。它以為我有吃的。呵呵。另一隻在打洞，但是千萬不要用手去摸，因為很有可能呢會有細菌。看一下另一隻，好勤快啊，在挖洞，被刨出來了很多石頭，還帶着泥土。相比於桑科草原藏着的溫潤生活氣息，甘加草原更加原始野性，地勢遼闊高遠，人煙更為稀少，山野氛圍感十足。在這裡，你可以真正獨享一片高原曠野，看流雲漫過山脊，看牛羊自在覓食，看八角古城靜靜佇立，白石崖巍峨挺拔，感受藏地最純粹、最原始的山野浪漫。逛完了八角古城和白石崖，我重新折返到夏河縣城，在拉卜楞寺旁邊的停車場駐車休息了一晚。第二天清晨抵達桑科大草原，不同於美人草原平緩柔和的丘陵草甸，桑科草原更加遼闊舒展，視野極度開闊，廣袤的草場一眼望不到邊際，是甘南最具代表性的原生大草原。這裡就是桑科大草原了，在這個服務區停下車下來看看。在這個大草原上啊，有好多帳篷住宿的、騎馬的、吃飯的，晚上舉行篝火晚會的。那麼接下來繼續往前走，前面54公里啊，都是草原景觀。夏河的美是層次極致豐富的。有拉卜楞寺的信仰厚重，有甘加秘境的蒼茫野性，也有桑科草原的溫婉煙火，一城及其佛韻，草原、古城、秘境溶洞，這也是它能穩坐甘南核心地位的原因。夏河把甘南的人文底蘊與自然靈氣完美融合，讓這趟藏地旅途有信仰可奔赴，有山野可治癒。告別厚重野性的夏河，我的甘南旅途繼續向前，下一站鹿曲縣，
解鎖完全不一樣的甘南風光。一腳跨甘川的傳奇小鎮朗木寺，有紅石崖配金頂的日出勝景，也有峽谷溪流源頭秘境的山野清幽。從下河的人文草原，奔赴錄取的山野峽谷，甘南的多元經驗還在繼續層層解鎖。我們下一站不見不散。